精心布置过的，就跟红星剧院一模一样。樊锦溪，怎么了？这不是第一个案子的那个受害人马小飞吗？看来案犯就是在这里冲印照片的。这两个案子可以合并调查了。老大，影楼老板我已经找到了。走。你是这个店的老板？是的。我是江城刑警队的刑警白锦溪。警官好。警官抽个烟啊，警官。坐下。你昨天和今天在哪儿？我这2天不在江城的。之前有一个剧组欠我钱，我去要债去了。我今天晚上7点40才回来。不信你看，我这车票还在这儿呢，你们可以去查的。这件事情我们会查的。有没有见过这个女孩子？没见过。看仔细了，她很可能是来你店里拍过照片的客人。不可能的，来我这儿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些印象，特别是女孩。这个店的钥匙除了你还有谁有？还有我老婆有，不过这段时间她出去了，她出去旅游去了。这么大一个店，就你自己一个人吗？没有请别的员工？我哪请得起别的员工啊？我这是小本经营，自己玩玩就行了。真的，我说的都是事实。小郑，哎，带这个人回去做笔录。好。可是，警官，我说的行了，回局里说吧。说说吧，之前的那起强奸案是不是你做的？强奸？我没强奸，这事儿不是我做的。不是你做的啊？不是你做的，你大半夜的在案发现场附近跑什么？老大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有问题的？当时在下雨，他居然不打伞，在大路上跑。如果是住在附近的人，怎么可能不打伞就出门呢？我确实不住在那儿，但是我真的没强奸别人。我去那儿是想偷点东西。我进了影楼，发现里面没人，就偷了点钱和一些值钱的东西。后来我进了一个房间，发现里面有很多模特。我看到沙发上躺着一个人，就走了过去。是个活的，不管了，先爽了再说。我一开始以为是个假人模特呢，结果摸了一下是真人，然后他就醒了，吓得我就跑了。我知道偷东西不对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强奸人，真的，我说的都是真话，你们得相信我呀。你说的是真的假的，我们很快就会知道。小专，哎，带他去做一下精液化验，看结果是否匹配。走吧。他的确是个小偷，而且不是因为最近手头紧才去行窃的，肯定是一个惯偷。这一片肯定还有很多他的案子没有被翻出来，你们再好好审一下。你怎么知道他是惯偷？他左右手的老茧位置很特殊，而且拇指和食指的长度很异常，而且上面有明显的烫伤，无名指上有明显的挤压伤，
只有常年接受偷窃训练的人才会长着这样一双手，而能被接受训练，那他身后肯定还有更多的人。好了，我去看一眼受害人。好了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我们一定会抓到凶手的。先喝点水吧。韩警官，检查过了吗？都检查过了，其他地方没有受到伤害，但跟第一个受害的人一样，昏迷期间被强奸了。我不知道那个王八蛋到底是怎么做的。我明明在家里睡得好好的，为什么会在那样的地方醒来？你还记得昏迷之前发生过的事吗？我今天挺早下班的，大概7点多左右就到家了。因为有一些比赛感冒，所以吃了药就睡下了。几点睡的？我是边看电视边睡的，好像一集电视剧结束的样子，8点半左右吧。那中途有醒过吗？没有。但我隐约觉得，在睡梦中，好像有人在摸我的身体。你醒来那个地方是在老城区的一个影楼，离你家很近。你之前有去过吗？我从来都是自拍的，我从来都不去影楼。那你对自己是怎么被弄过去的，还有印象吗？不记得。我只知道，我明明在家里睡得好好的，醒来却在那样的地方，而且还……那你再想一想，昨天晚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儿？特别的事儿？就比如，有没有做什么奇怪的梦？对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恭喜啊！恭喜！恭喜！我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义宣布，你们结为夫妇。上帝将你们结合在一起，任何人不得拆散。哎，你看那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别怕，我保护你。
像身临其境一般，感觉并不真实。可是当我从梦中醒来，好像全世界都不一样。我竟然被人……寒山，精神点。大家调查了一整晚，辛苦了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咱们市刑警队新来的宁队长。坐。好。鉴于马小飞案和季雅欣案的相似性，市里决定调配各所的资源，并案调查。下面就由宁队长主持分析会。好，那咱们开始吧。周小传，你说说看，咱们现在都掌握了哪些情况？好，我们在现场并没有发现其他的线索，只是在受害人身上发现了遗留的精液痕迹，而且在我们的数据库中也没有匹配的 DNA。各位请看屏幕，这些就是2起案件红星剧院和影楼的现场照片。2位受害者在案发时都被放在了精心布置的场景内，而且2位在醒来的时候都声称自己做了一个美好的梦境。还有，我们在2个受害者的体内都发现了相同的致幻药物裸头草碱，所以根据作案手法上来看，我们有理由相信最近的这起案件和第1起案件是同一个案犯所做的。根据第1起案件的情况来看，案犯应该会在第2起案件的受害人季雅欣家中放入和第1起案件相同的照片。案发之后，我们立刻就派同事到季雅欣家中查看，但是并没有发现被布置过的痕迹。现在我们已经搜集了季雅欣最近添加的物品，挨个进行排查。也许案发时间因为意外因素比预定的时间要早，案犯还来不及去布置。有这种可能性。由于窃贼的闯入非礼，季雅欣提前苏醒，从而使案犯被发现的时间提前了，这就导致案犯布置现场的时间被大大压缩了。犯人的手法很特殊啊。小白，你擅长犯罪心理，从他的行为模式，你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？假如我就是嫌疑人，我今年差不多25到30岁之间，相貌普通，身体结实。虽然学历不高，但是我喜欢读书，对艺术也有一定的鉴赏力。今天这里来了一批新的名画。我渴望拥有爱情和家庭生活，我饿了。但是总有一些金钱至上、以貌取人，并不了解我内在的人，他们低俗、肤浅。特别讨厌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会给他们认识我的机会。条件很简单，只要他符合我内心的审美，我很清楚他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。他不会距离我太远，因为我会在上下班的路上跟居住的附近发现他。我的工作自由度很高，我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他，了解他。我知道他跟我一样，在这个肮脏的世界挣扎着。其实他自己不知道，他内心有梦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一起去完成这个梦。我会选择周3跟周6行动，也许是巧合，那2天都下雨，但本质是因为这2天我的时间最充裕。我会提前给他们服用裸头草碱，这样他会比我先进入梦境，但我不介意，因为接下来全都是属于我的时间。我会选择使用自己制作的道具，
因为我的收入不高，不想为此花太多的钱，也因为我的确有这方面的手艺。我一直梦想能有现在这样的画面，家庭生活，因为这些都是我得不到的，或者是我曾经得到又失去的，而这一切可能就是造成我真正犯案的原因。综上所述，我认为我们的嫌疑人年龄应该在25到30岁之间，学过相关的艺术专业，有过辍学或者是类似的经历，就居住在受害人5公里的范围内，现在从事比较底层的工作，但是跟艺术相关，比如说是设计人员，或者是娱乐场所的演职人员。有过我上述的这些背景资料的人，我们都可以通通列入要调查的范围内。鉴于裸头草碱的获取渠道，我认为这个人他应该跟医院或者是药房有过频繁的接触。可是，药物能控制梦境吗？我只听说过催眠有这样的效果。有这种可能性，但是我们目前的线索还不够，不排除他使用了多种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毕竟他追求的是对受害人从身体到心灵全方面的征服。大概就是这样。小白剥茧抽丝，说的有一定的道理。既然现在是并案调查，建议所有的条件都必须交叉排查。今晚之前，我们必须要查出嫌疑人的名单，阻止他再次作案。小白，省队在调研期间，韩晨警官会带领大家共同行动。他经验丰富，屡获奇功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支持他。是。专案组现已成立，期间涉案辖区内各所都会积极配合。这2起案件性质恶劣，各位都是从市里各处派来的精英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应该尽早破案，还广大市民一个太平盛世，朗朗乾坤。是。韩晨，我不管宁队和顾局跟你说过什么，这个案子是我的，大家都得懂规矩。一个案子最忌讳的就是双向汇报，我办案不喜欢别人干涉，你明白吗？不明白。好，我现在心平气和地跟你聊一聊。我知道你看不惯我们这些草根民警的判断，那你就说说你的高见吧。犯罪心理是所有侦查手段里最无知、最自以为是的一种。我为什么要跳到你胡乱框定的范围内，还要赞同你？你说犯罪心理无知，漂亮。那我现在真的要洗耳恭听你的高见了。又来这一套是吧？你又不说，好，那还是我先说呗。你口中所谓最没有用的犯罪心理学告诉我们，强奸犯分为4种类型。第一，补偿型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失败，他性格内向、孤僻，而且自闭。他们犯案是为了补偿自己的无能感。很显然，我们要找的案犯不是这样。第2个类型是虐待型强奸犯，也就是性变态，他通过对受害人施暴获得快感。我们的案犯呢，他不但没有施暴，而且整个过程看起来很温柔。第3个类型是冲动型强奸犯，我们的案犯他计划缜密，手段冷静，显然更不是这一类型。我认为这个案件的案犯他比较特殊，他应该属于第4类，
移植情感型强奸犯的变异。这类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极为不如意，得不到认可，所以他在整个施暴的过程当中，极力的追求完美，为受害人造梦，制造一种假象，以期望获得认同。从现场布景里面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道具，就可以证明这一点。总而言之，他的梦有多美，他距离现实就有多远。什么意思啊？干嘛不说话？你不是瞧不起我们犯罪心理学吗？难道是反驳我呀？你说的每一句似乎都很对，但这些理论对破案来说有什么帮助吗？事实才有反驳的基础，假设有什么好反驳的？按照你的方法去找犯人，就像是大海捞针一样。我敢说，在短时间之内，你根本没法确定谁是嫌疑人。不可能，我的犯罪侧写已经很完整了，嫌疑人的名单马上就可以出来。OK， 那我们来打个赌，如果你赢的话，这个案子我彻底沉默；但要是我赢的话，你赢了，以后你说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我说的。老大，韩神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们要听哪一个？先听好消息。好消息就是我们已经锁定了嫌疑犯的范围名单。坏消息呢，就是一共有75个人。75个人啊，老大！我的天哪，这么多人，简直就是本市史上最多的一次了。怎么可能那么多？没办法，老大，我们点儿太背了。2个案发地重合方圆5里之内，除了有一个蓝星机械厂之外，还有一个什么游乐场——嘉年华游乐场。2个地方的底层人员，再加上符合你侧写的人员，零零碎碎有好几百号人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出去。我走了。那什么，那你说呗，现在怎么办？从现在开始，你低头，闭嘴。齐医生来了，齐医生又来看小白啊。好帅。真是丢死人了！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再多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可以把嫌疑犯给抓出来，把这个案子给破了。欣欣，你来了。到点该吃饭了。我忙的都忘了时间了。行，先吃饭。蛋糕啊！心情不好的时候呢，吃点甜食。确实，我的心情一下子好多了。吃饭。对了，老徐，上次从现场抓到的那个嫌疑犯的 DNA 检验报告出来了吗？报告已经出来了，刚送去，跟之前那桩案子里提取到的嫌犯精液的 DNA 匹配了，大概今天能出结果。还是你们的速度快。唉，我现在对这个案子呀，简直是一头雾水。这个案犯呢，他设计的非常缜密，而且人冷静，连我一向最引以为豪的犯罪心理侧写都派不上用场。在附近啊，有太多的嫌疑人符合这一侧写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金熙啊，
你不是常说你是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无敌神探吗？要相信自己，这个案子你肯定能破的。没错，我一定会把这个案子给破了。我是谁呀？我是白锦溪，我是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白锦溪，100年才出我这么一个人才。我一定不会输给那个家伙。果然是我的好兄弟。对吗？这样才是我认识的白锦溪。心情一放松，吃点东西，我觉得我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那就睡会儿吧。不行，我下午还要去走访呢。小睡片刻呢，可以补充精力，还是睡会儿吧。也行，我就睡10分钟。你不走吧？那记得待会儿叫醒我。好。那就让我睡一小会儿吧。快走，走啊！快走，走啊！你是谁？别过来，不要过来！我是说，等你一毕业就结婚，这辈子非你不娶吗？你到底是谁？快走啊！走啊！不要过来！人都哭了，你还亲得下去？你们俩先聊，我过会儿再来，慢慢聊啊。太尴尬了。哎呀，你说徐峥是芝兰玉树一表人才，韩申也是玉树临风百里挑一，而且还是我男神，这老大该怎么选呢？小传啊，徐生，你放心啊，我目前为止还是支持你的。照顾好你们老大，别让任何人欺负他。好好好，我肯定给你照顾的妥妥的，放心啊。哭够了？你们平时查证的流程是什么？流程就是确定调查方向，相关人物走访，搜集证据还有资料，当然也要看具体情况。如果有关联的案件，还得去调取之前的档案。
我没记错的话，你这个级别要调取市局档案，需要局长的签字吧？是啊，可是我不用啊，我去找市局的老周就可以了，刷个脸的事儿。这跟案子有关吗？这个案子我帮你破。不会吧？你这么好心？说吧，条件是什么？你帮我去办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私事儿。行。老大，潘神，我刚才去了趟尸检所，那里的小姚把2名受害者家中提取的证物进行了分类，看看能不能对比出来有什么相似路径，能不能帮助破案。太好了，特别大的帮助。但是老大，我们有75个嫌疑人，接下来要怎么办啊？这75个嫌疑人，如果我们挨个的去审的话，肯定能找出罪犯来。但是这样做工作量大不说，第一打草惊蛇，第二对被害人声誉也有损害。那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我们这儿不是有一位大神吗？大神，你说说怎么办呀？传统刑侦的手法看起来似乎是有一些笨，但是比较实用。比起撞大运一样的犯罪心理，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别生气，别生气。你是律师对吧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你怎么知道我是律师？你有多律师？其实还好。听好了，其实只需要1步就可以破案，但对于你这样的顶级律师来说，需要3步。无论什么样的人，他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行动路线。马小飞、季亚欣，他们的家、公司、超市，还有饭店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行动图。而罪犯也一样，他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行动图。他上班的地方，他的家，或者是网吧。而他想选定2个人为目标的话，就必须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。他发现了他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在初次重叠之后，罪犯和受害人的行动路线还会多次的重叠？案犯大费周章的去布置案发现场，所以说他肯定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踩点。但是他的反侦查意识非常的高，所以你们在案发现场附近搜索监控，都会一无所获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要查的并不是案发地附近的监控，而是受害人在案发前日常沿线附近的监控，找到与受害人同时出现次数最多的那个人。就算他再聪明，每次行动的时候都会避开摄像头，但是行动之前呢，他要从自己所在的地方到达被害人所在地，他不可能每次为了躲开摄像头而更改自己的行动路线吧？所以，从犯案的时间往前推1周，这2点之间，谁出现的频率最高，谁就是罪犯。哇！太厉害了，韩神，你果然就是个神！我告诉你，这东西你都能想到。行，按照你的方法试试。我们只要锁定了嫌疑人，就立马搜集证据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小专，哎，你去把2位受害人家附近所有的监控全部调出来。好。等你确定了嫌疑人再来找我吧。等你确定了嫌疑人再来找我吧。牛什么牛？你干嘛呢？我没干嘛。你属猫的呀，走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你是回来拿这个的吧？
趁人不在翻别人的东西，是你的癖好还是职业病？我没有偷看，这他自己不需要跟我道歉，吃颗糖，可以让你的嘴更甜一些。神经病！骄傲自大，目中无人，工作散漫又不负责任，还出入酒店夜总会，行为不检，仗着自己有些来头，就无组织、无纪律，太纨绔子弟的作风。贝氏来的了不起啊，大永公子哥了不起啊，成天端着，装给谁看啊？哎，老大，有发现？什么？有辆车在马小飞和季亚欣案发前，经常出入老城区的这几条街道。就这个。能看清楚车牌号吗？不行，距离太远，看不清。那个是什么？车上的图案是什么？把画面放到最大。好。好像是冰淇淋吧？我看有点像巧克力，上面还有个小旗子，是纸杯蛋糕，是不是送蛋糕的车？爸爸说会带我去看马戏团的表演。是帐篷，是马戏团的帐篷。我在幼儿园跟马小飞家都见过这个马戏团的招贴画。小传，哎，把之前那个75人大名单全部调出来，凡是属于马戏团人员的资料全部调出来。好。少奇，你在这里盯着，有任何消息立马通知我。好的。走，马戏团走一趟。老大，就是这儿了，梦幻月见马戏团。他们以前呢是在全国做巡演，2年前来了江城，现在是嘉年华旗下正规签约的马戏团。还有我已经查过了，75人大名单里有4个人最符合老大你的侧写，他们分别是张远、陈黎江、徐子达和曾方平。张远呢是这里表演飞刀的杂技演员，但是在案发前1个月呢，他已经请假回老家了。徐子达也是个杂技演员，在这里表演一些空中飞人的项目。陈林江是这里的小丑，而曾方平是这里的魔术师，好像还挺红的。说你呢，慢点慢点，那个灯光往那边照一照。哎，对对对。请问一下，你们团长在吗？在上面呢。哎，团长，有人找你。这就是我们团长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就是团长吧？啊。警察。警察？你不用紧张，我们只想跟你了解一下这几个人的情况。哦。对，他们几个是我们团里的员工。这个张远呢，是我们的杂技演员，不过他请长假回老家，不在。我推东西呢，没看见。你没看到我在收东西吗？闹着干嘛呀？道歉呢，听到没有？跟你说话呢，你哑巴了？道歉，听到没有？哎，听没听见？阿平，
你别拦着我！小事啊，别伤和气，别伤和气。哎，你怎么了你？是不是又喝酒了？今天晚上没有你表演，你太累了，休息一下，行不行？那个发脾气的叫曾方平，他是我们团里的首席魔术师。哎呀，年轻气盛，性子急躁了一些。那个拉人的叫陈黎江，因为曾方平脾气不好，团里的人啊都不爱跟他打交道，只有陈黎江跟他关系不错。好了，走，别生气了。请问你们这里有配车吗？能带我们去看看吗？哦，好啊，这边请吧。警察同志，有时候我们马戏团会接到周边城市的邀请，到处赶场子，所以得有车来装我们团里的家当。喏，都在这儿了。这辆车平时是谁在用？这辆是派给我们团里的魔术师曾方平的，他是我们团里的台柱子。表演魔术道具又多，所以他一人用一辆。那他会晚上用车吗？他家就在市区，有时候表演完了就回去了。怎么了，老大？没事。走。好，我送你们。老大，我还是觉得这个曾方平嫌疑最大。怎么说？曾方平2年前进入梦幻乐界马戏团，喜欢拍一些视频放到网上，点击率还挺高，曾经是一个网络红人。但是最近呢，有流言传出他的那些把戏都是跟外国的一些魔术师抄袭的。这个评论出来之后呢，这小子竟然在网上和别人公开约架，就像得了狂躁症一样，分分钟都能和别人动刀子。刚才核实身份的同事也和我说了，他高考的时候交了白卷，所以没考上大学。那个时候正好流行魔术热，这小子就在网上扒了一些魔术师的视频，结果竟然让他混进了马戏团。更厉害的就是他竟然当了台柱子。你看刚才他和别人吵架那个嘚瑟劲儿，哼。确实，年龄、单身、学历不高，有强烈的自我实现意识，性格又比较激烈，确实跟嫌疑人的侧写比较相像。可我说不上来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。不对？哪里不对？我一时间也说不上来。这样吧，既然他现在是我们唯一初步确定的嫌疑人，那就跟局里的兄弟说，这儿还有他的家先盯起来。没问题。曾方平，大家也都看到了，其实这些科目都不难，只要你们大家有一个好的态度，都能很快学会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。徐教授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听到您三维颅面的讲解课程啊？徐教授，关于您说的 DNA 分离技术，我还有些问题想请教您。我问你们，作为法医最需要具备的素质都有哪些？精确、尊重、爱心、公正。好的。那我的授课时间确定5点半结束。我现在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希望得到你们的尊重。这个事情也许会造成我的一系列损失，所以也请对我善良一点。虽然我是你们的教授，但是并不意味着我要给你们开小差。我要时刻做得公正。作为法医，我希望你们可以将法医的最基本素质融入到骨髓里。就这样。这就够了。不是很懂。对。局长，我看您这爱心便当怕是没着落了。您这是要去观湖？可我听说小白同志一组人一早都出了外勤了，并没有在局里啊。您要是想追人家，还是需要提前做好功课，不是？
我终于想到了。哦，想到什么？这个曾方平，你觉得他帅吗？哎呦，我是直男，我不关心男孩帅不帅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他长得还不错。他不就是现在那些小女生喜欢的类型吗？而且你也说了，他是马戏团的台柱。现在但凡叫得上名的这些魔术师，哪个长得不帅？刘谦、大卫·科波菲尔，对吧？哎，行了，老大，你不要再给我灌输这种看脸世界的价值观啦，好不好？罪犯给受害人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梦境，那我想这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一定是一个非常不如意的人，缺什么就会补什么。如果罪犯是这个曾方平的话，我觉得他长得太好看了。倒是这个陈黎江，资料上显示说他是因为意外脸部才受了伤。老大，如果这个曾方平他缺爱呢？就这小子这脾气，有哪个小女孩愿意和他谈恋爱啊？现在的小女孩喜欢有颜值的，有人格魅力的。你说颜值啊？对啊。人格魅力高。小传，你要是敢说你是这样的男人，我一脚把你给踹出去，你信不信？我又没说是我。自恋到不行了。我是说韩神，我韩神简直就是男人的典范。你看啊，高、富，他长得还帅，他简直就是外貌与侠义并存。搓你的头啊！没完没了了，你还啊？我真是不知道他到底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，他哪里好啊？哼！本小姐这2天跟他相处下来，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自命过高的男人，明白吗？就是那种鼻孔长在头顶上，哪里有一点我们警务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呢？你说我们现在案子的进度那么吃紧，局里的领导那么信任他，可是他呢，不是迟到就是早退，要不然干脆连人影都看不见。哼！哎，老大，哎，老大，别说了，干嘛？你鬼上身啊？行了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我也承认，他确实长得还挺帅，是吧？穿衣服呢也算是有品味，可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人民警察，我们人民警察的队伍里不需要花瓶。哼，穿衣服穿得好看，人长得好看有什么用？能当饭吃吗？能破案吗？能吗？是，那你不也挺好看的吗？是挺好看的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在你说我的鼻孔长到头顶上。其实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不管怎么样，得感谢你夸我长得帅，还有我穿衣服有品味。白警官，我找你有事儿，麻烦出来一下。啊？老大，韩神不会揍你吧？揍你个头啊！别动我发型！早不跟我说啊！我早跟你说了呀，飞呀，我就飞出去了，我飞你个头啊！揍我！谁怕谁呀？你坐下。好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样？看来你已经锁定嫌疑人了，效率蛮快的。行吧。那个，还不是因为某些人给的搜索方向吗？还记得你之前答应过我的事儿吗？我答应过你什么？也不知道是谁说自己刷脸就可以搞定市局档案馆的管理员。哦，你说的是这事儿，我记得我是说过的。现在还有时间，去一趟。现在？
现在不行，我还有事儿呢。喂，你干嘛？我就是想确认一下，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其实你挺讨厌我的，对吧？也不全是吧。莫名其妙的就被人给讨厌了。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也不介意加深一点你对我的厌恶。你想干嘛？上车。你松手！哎，你至于这么着急吗？明天去就不行啊？这是一件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事儿，算我麻烦你了。小传，你那边怎么样？我是小传，这里一切正常。周叔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来打扰您。没事儿。那我先去眯会儿，我今天看了一天的监控，眼睛都快看瞎了。去吧。谢啦。啊。小伙子，你是在找人呐？对。什么人？你说出来，我帮你找。一个女人。女人的话，失踪和不明的女性死者一共有147个。你找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多大年纪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她叫什么，也不知道她的长相，甚至连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5年前她失踪或者死亡了，年龄是20到30岁。你这什么都不知道，要怎么找啊？看来我是帮不了你了。没关系，谢谢。那他是你什么人？我未婚妻。暗夜中的小丑先生，你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。那，你拿着虚妄和梦幻的钥匙，让世人都沉溺其中了。K。Thank you.
要不要再多吃点儿？我看雨下的这么大，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了。来，再多吃点儿。你醒了？我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啊，寒神居然也能有柔情的一面啊！怎么样？你要找的那个人找到了吗？没有。白锦溪，江城都有些什么特产？特产？嗯，酱鸭、辣椒酱、豆干儿。这个季节的水蜜桃的味道也是相当的 nice。那你帮我买一些吧。不用，等到时候买了再说吧。谢了。喂？什么？好，我马上赶过来。又出事儿了。什么地方？城西百货2层游戏区。小川，怎么了？我们在丰原路把目标跟丢了。你们把目标跟丢了？哎呦我去！喂，老大，是这样，曾方明今天晚上没有演出，他出去吃饭了。然后我让2个便衣去跟踪他，但是那里人多眼杂，把他给跟丢了。我现在在监控室，现在只有他进园区的记录，没有他出园区的记录。但园区内没有发现人，所以我怀疑他还在园区外。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人在哪儿跟丢的？在丰原路。丰原路。丰原路，在游乐场和晨曦百货的中间，而且就只有那一条路。小川，你现在立马从游乐场出发，沿着唯一的那条路去追他。如果路上遇见他，就逮捕他。要是截不住，你就别回来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。做好了。小川，你那什么情况？喂，老大，我已经盯上他了，他现在在往游乐场方向去。好，我们马上就到，你跟住了。好，我知道。我们再快一点。喂，老大，他现在下了一个楼梯，我的车已经下不去了。车轴跟丢了，去游乐场堵他。在那。
有没有看到一个被淋湿了的人跑进来？有，往舞台方向去了。都来玩啊！你好，请问曾方平现在在哪？他喝醉酒了，在道具室里面休息呢。走。受害人是你发现的吗？对，是我发现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职位是什么？我叫张超，是这个商场的值班保安。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？我在这儿上班半年了。那你说一下你是怎么发现受害者的？警官是这样的，每个135前，白警官，你们继续。你继续说。每个135前半夜，我就回来巡逻。我上到3楼，看到游戏厅有点不对劲，我就拿电筒照那边。哎呦我去，吓死我了！是谁？他受到什么伤害了吗？他运气好，还没下手就被发现了，属于强奸未遂。你去看一下受害人的情况，我到周围查看一下。喂，等一下，我没有听错的话，你是在命令我是吗？什么态度啊！没事，你们继续，我去看看受害人。你不要太难过了。白警官，别哭了。其实，你算挺幸运的，罪犯还没来得及对你做什么，管理员就发现了。但还是很吓人。我知道。你叫赵曼曼，旅行团导游，你就住在这附近？对，我是上半年刚租的房子。你们发现赵小姐的时候，她就是现在这样吗？对，感觉犯人在布置现场的时候很仓促。不过我们在现场发现一套新的古装旗袍，还有一包头饰。我想，可能是犯人在布置现场的时候被发现的太早，所以衣服什么的都还没有来得及给赵小姐穿上。可是那个变态为什么会盯上我呢？变态，他之所以是变态，就是因为他的逻辑跟正常人不一样。可是只要他有逻辑，我就可以根据他的行为推出他的目的。我想知道，你在昏迷期间有没有做过梦？做梦？对，有，但我醒得太快，记不清了。
但睡着的时候确实做了梦。我希望你现在彻底冷静下来，仔细的回忆一下你的梦境到底是什么样的。我记得在梦里有个仙气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做导游也算去过不少号称人间仙境的地方了，但没有一个比得上我梦里这个。我在梦里还遇见了一个精灵王子。梦里那个我啊，美的都不像我了。我醒来后还反思，自己是不是该好好打扮打扮了。就算回不到梦里那么美，好歹可以更容光焕发一点。可惜啊，我差一点就跟那个精灵王子接上吻了。没想到最后竟然变成了个灾难片，我都还没有梦到自己死没死就醒了，而且醒来后还被你们告诉我差一点被一个变态强奸了。我真巴不得自己没有做这个梦，没有睡得这么死，也不至于被人带来这个莫名其妙的地方，自己却什么都不知道。老大，我已经问过了。嘉年华的管理层本来对监视曾方平这件事一口咬定说他们没有外传，但是我觉得他们状态有点不对，我就追问了几句。果不其然，那个副经理曾经把这件事情告诉过自己的助手，而人事总监呢，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老婆。虽然他们都表示这件事情从来没有透露过，但是我觉得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罪犯早就知道了。老大，那个赵小姐虽然也做过梦，但是她对梦境的反应并没有前两个那么大。难道说她是一个不容易沉沦在梦境的女孩？我在想，会不会是因为提前泄露了监视的事儿，而影响了那个罪犯？老大，你是说梦境是可以被操控的？我知道了，难道是盗梦空间？小白，刚刚勘测到嫌犯在逃的时候比较着急，踩中了后门的沙地，留下了非常清晰的脚印。在哪儿？跟我来。谢谢。你看，脚印还挺清晰的。哎，这天下着雨，脚印也没被冲走啊。昨天后半夜雨停了，今天早上又下。就是这个脚印啊。嗯。看明白了，情况有变，我们需要新的证据。确实得重新梳理一下案情，之前一定有什么证据是我们忽略掉的，或者是还没有被发现。你的脸怎么了？是这样。
吃的好些吗？我要去吃早餐，要不要一起去啊？我请客。走。老大，老大，嘿，说点事儿啊。干嘛呀？别毛毛躁躁的。刚才韩神摸你脸了。你这个熊孩子，脑子里整天想什么呢？摸脸？我的脸上不知道怎么弄上脏的了，他帮我擦了而已。哦，想什么呢？原来是这个情节啊！但是你的好哥们儿一直在那边看着呢。哎，我过去一下啊，等我。嘿，怎么来了，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想走啊？刚想起医院还有事情要处理，现场今天也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我听小姚他们说那个人作风不太好，我不想你和他混到一起。什么混到一起啊？我们只是合作办案而已。他那个家伙呢，虽然看起来拽拽的样子不可一世，但其实人还不错，而且会的也多，教了不少呢。总之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7点之前最好吃早饭，不然人的胆汁不能如期分泌，长此以往会损坏消化功能。你吃东西了吗？走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好啊。哦，大家其实一起忙了一个晚上都没吃呢，要不一起吧？哎，一起呗，一起吃。走吧。你想吃什么？算了，改天吧，我回局里还有点事儿。好吧。上次啊，马戏团广告贴画的事儿，你帮了我大忙。等这个案子结束，我请你吃大餐。小传，哎，老大，走。小传，哎，你待会儿回到局里，去小齐那儿把所有马戏团嫌疑人的背景资料都拿来给我。好，老大。有话要说吧？说呗，省得你憋出病来。好，我问你啊，老大，你是不是有一点喜欢韩神啦？刚才你见他生气了，连饭都不和徐医生吃了。哎呀，你放心好了，我是永远站在你这边的。无论你喜欢他们两个其中哪一个，我都无条件的支持你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徐医生也蛮可怜的，当了那么久的护花使者，谁知道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。真是验证了那句话呀，竹马打不过天将啊！你脑子里整天都想什么呢？能不能琢磨点正经事儿？我跟老徐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吗？韩琛，我就是脑子进水了也不会喜欢的。为什么呀？我们韩神多好啊，风流倜傥，一表人才，哪哪都招人喜欢。他那个人心太重。早上呢，还是应该多吃一点热的东西，对胃比较好。喏，这是我给你带的。你干嘛？刚才还走那么急？
我知道，我说好了一起吃早饭，那大家都没吃嘛，一起吃怎么了？至于吗？甩脸就走人。重色轻友，言而无信，本来就是人之常情，你用不着跟我解释，你又不欠我的。谁重色轻友了？哈，那个周小壮跟你说什么了？什么东西啊？小笼包，可好吃了。什么馅的？白菜肉的，这是我们这儿最有名的一家路边摊。谢了啊，好意我心领了。你瞧不起路边摊啊？拜托，这是老街坊开的店，不比那些大酒店、大酒楼的要差。再说了，最好吃的东西就在那些老字号的小店里边啊。这家店连顾局都爱吃。不识货，拉倒。老大，财神，我已经把所有资料都重新整理了一遍，给。你们马上要分析案情了吧？我可不可以坐在这儿旁听啊？随便。哦，好了，开始吧。白锦溪，你先说。行，我先说。从之前的分析，我们得出的结论是，这个案犯他沉着冷静，有着很强的反侦查能力。我们后来通过对行为轨迹路线的监控搜索，锁定了嫌疑人使用的车辆，进一步确定了曾方平的嫌疑。但是，在之后的背景调查和后续的深度分析当中，我越来越觉得，其实曾方平并不是完全符合罪犯的画像。我们回过头来看案件本身，犯罪现场是经过精心布置的，表面上看，他实现了受害人的梦境，但其实我觉得，这是案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幻想。他甚至于觉得他的这种行为完全可以抵消他施暴的事实。可是照慢慢的案件，却完全不是这样，有了很大的改变。改变？能有什么改变？除了那个巡逻人意外发现之后，其他的那些……从前2起案子的分析，我们得出的结论是，这个案犯的要求很高，不管是从摆设还是到细节，他都尽可能的做到完美。要做到这一切，他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准备。而曾方平魔术师的工作确实符合这一属性。就在我们怀疑他，并且对他秘密监视的时候，第3起案件发生了。可恰恰就在第3起案件发生的时候，他却突然有了不在场的证明。为什么？我们假设，其实整件案子是2个人协同作案，那这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而且从现场留下的脚印来看，也证实了这一点。2个人，意思就是说，除了曾方平之外，还有一个人。和之前一样，我希望你看完就烧掉它。没人能在完全不了解另一个人时催眠对方。你认为什么东西最有力量？金钱、权力，这些都不够有力量。他们能够驱使别人为此做任何事，但总有一些人是不为所动的。只有一种东西，在他面前，所有世人都平等，这就是恐惧。这世上有各种各样的恐惧。对死的恐惧，对生的恐惧，而我要教给你的是如何通过对目标内心最美好、最黑暗地带的塑造，来拿捏这种恐惧。这是催眠一个人的根本。